给高高外孙取外号的，到底都是从哪里请来的鬼才啊？高老爷有个闺女叫珍珍，忠心看上了他爷2代的血统，就派他去山里钓南熊，结果他却不务正业，不仅到老乡家里骗吃骗喝，还招猫逗狗的惹来村民的围观。于是忠心只好把他请回家，给他安排相亲。珍珍一共生了4胎7仔，网友们给他的孩子取的外号个个都很有意思。他的4儿子新安长得最像高老爷，因为嘴角向下，看起来总是气鼓鼓的，于是网友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真不高兴，因为他是同班同学中的底层熊，日常被揍被夺笋都是常有的事儿，所以真不高兴确实也高兴不起来。真不高兴还有个双胞胎哥哥叫星星，在长相上随了爸爸卢卢，拥有完美的微笑唇，因为他打架比较厉害，网友们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真厉害。真真的5儿子叫川川，和那只相亲被退货，弄得人尽皆知的川川同名，所以很多人都误以为是他被退了货，于是网友给他取名真委屈。后来真相大白，网友为了补偿他，给他又取了个外号叫真英俊。真真的大女儿团子和2女儿春俏，因为颜值都很高，网友给他们取名真好看和真美丽，特别是真好看，长得又白又圆，有紫青湖第一美之称，也被大家称作华东第一美熊。真真的第4胎生了真蓝和盛蓝，2个小家伙经常躺在大宝座上晒太阳，这自在的模样让网友们都很羡慕，于是就给他俩取了外号叫真帅气和真潇洒。现在真不高兴就更不高兴了，一家子的名字除了他的都很好听，毕竟兄弟姐妹7个，只有真不高兴没有微笑唇。里台的二姑奶奶又开始搞事情了，二姑奶奶仅凭一己之力就让自己喜提家徒4壁。大家都知道喜乐有一个木质的躺椅，虽然平时她很少躺在上面，更多的是用来当做小餐桌，然而就在前几天一个无聊的夜晚，二姑奶奶大晚上加班给她拆了，而且还是拆得稀碎的那种，咬烂的残渣遍地都是。于是小躺椅族即便二姑奶奶搞了破坏也不会被批评，因为老冯不敢批评她。二姑奶奶不仅能把老冯挂网上，而且她还会叉腰骂街。就在外边还挑着干嘛呀？反正是不能吃的。刚才我说那能吃吗？然后当时那天我也没有冲我喊了一句，我说对骂我，他回头冲我乐了。我靠！当时心里就炸了。我说这家绝逼在骂我。看样子老冯被二姑奶奶骂了，他还挺得意，而奶妈针对喜乐拆家的态度就更没得说了，话里话外甚至还听出了自豪感。喜乐乐，今天早上干了什么坏事了？你告诉妈妈。今天不拆了。哎，小脚脚，哎呀，这个那呀，这个那呀。哎呀，今天不拆了吧？是不是？啊，今天还是喜拆家吗？你看看你屋里还有啥？你还想拆啥吗？这个床你要不要也一起拆了？你听，把家拆得稀碎还说可爱，真是把孩子惯得没边了。在端午节的时候，奶爸奶妈把格格屋里的小木船装扮成龙舟的模样，还专门摆了2根竹竿当作桨。当时大家还很好奇为啥二姑奶奶没有，其实她也有的，只是她的小木舟命运比较悲惨，刚上新没多久就被她半夜摸黑给啃了，于是小木船族。而且现在打眼望去，在二姑奶奶的院子里竟没有一个塑料玩具，这可不是元芳苛待她，而是她真会啃着吃呀。曾经她院子里也有很多，什么红色的小船、蓝色的凳子、绿色的小马，还有这个因为不听话而被二姑奶奶教训的粉色陀螺。二姑奶奶酷爱拆家，这些塑料玩具的寿命都不长，直到有一天绿色的小马被二姑奶奶掏缸了，奶爸奶妈在拼凑残渣的时候发现缺了一块，而且找遍了院子都找不到，于是他们便把喜乐的青团一块一块徒手掰开找，最后在一坨青团里找到了。奶爸奶妈想想觉得后怕，于是便不再采购也不再接受粉丝赠送的塑料玩具了。现在喜乐的院子里更多的是这种纯天然的编制玩具，估计是天津盛产葫芦，随处可见奶爸给喜乐做的葫芦丰容。二姑奶奶不是徒手掰，就是用嘴啃，这一年到头毁的葫芦不计其数，院子里的小树大树也难逃二姑奶奶的魔爪。但要说得罪喜乐最多的还是这把小主意，不是把二姑奶奶摔得熊仰马翻，就是砸二姑奶奶的脑袋，咱就说把她扔沟里真是不亏呀。打扫卫生的临时工，到如今家喻户晓的野培专家，穆世杰和大熊猫的情缘到底能有多传奇？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穆世杰见到了误闯村庄的大熊猫，他瞬间被眼前憨态可掬的黑白团子吸引了。后来他便放弃了外出打拼的机会，在09年到核桃坪基地应聘，成为了园区里的一名清洁工，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清理大熊猫吃剩的残竹以及粪便。就是这样的一份工作，穆世杰风雨无阻，一干就是9年的时间。2008年汶川突发8级地震，卧龙受灾严重，笼舍坍塌，大熊猫四处逃窜，曾经山清水秀的卧龙可以说是面目全非，一片狼藉。因为这9年的工作，让穆世杰对大熊猫的感情更加的无法割舍。
即便他不是饲养员，他也仍然奔走在救援的一线。余震过后的进山搜救工作也非常的艰难。穆世杰凭借自己对大山的了解，和同事们一起上山寻找逃散的大熊猫。那一天下了1天的雨，我们挺饿的，我记得没有带什么多的这个吃的，多数背的是熊猫吃的，像这个竹笋啊、胡萝卜啊。我们饿了没有办法了的时候，我们就吃那个给熊猫吃的胡萝卜这样回来了的时候，我记得每个人身上全身是湿透了的，而且都是血迹斑斑的，全身上滴满了的那个蚂蟥。搜救工作结束后，大熊猫也都被转移到其他的地方。穆世杰本以为他和大熊猫的情缘到此结束了，没想到在他去和基地领导告别的时候，却迎来了意外的收获。穆世杰被破格录用为正式的饲养员，自此以后的10几年里，他基本都在野培工作的一线。因为经常走山路，他的膝盖出了问题。我这个膝盖做了手术，它的咔嚓咔嚓的响。我在和他们基地养了3年的我的膝盖，当时我是哭了。我哭的是，我可怜我的腿跑不起野外了，不能陪他们了。尽管他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纪，他还是申请回到一线工作。其实像木奶爸一样的饲养员我们有很多，即便他们很少出现在镜头前，却同样把大熊猫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珍爱。盘点大熊猫和饲养员有问有答的名场面。说起大熊猫的语言天赋，那就不得不提一下生活在东北的初心。可能是因为东北的老铁爱唠嗑，所以他们养的熊孩子也都能唠上几句。这天到了下班时间，初心早早的就等在了圈舍的门口，但却不见暮云的身影。奶妈喊了几声也不见暮云回应，于是就让初心帮忙喊暮云，把暮云喊回来吧。就单单初心说暮云这俩字的清晰程度，不知道要打败多少网友的普通话水平。初心不仅会说暮云妹妹的名字，还会说自己的名字。当有游客问他是初心还是暮云时，他也能清晰地说出初心俩字。你是暮云还是初心呢？而初心生活在大连的叔叔金虎，同样会喊隔壁邻居下班回家。这天飞云在外场加班不肯回来，奶妈就让金虎喊他。飞云，而且金虎还能和奶妈对话。这天奶妈做了新发型，特意跑到自己好蛋儿跟前，迫不及待地想听到金虎的赞美。说我好看，说我的新发型好看。我咋你好？你这个熊孩子！但万万没想到，金虎这个小熊精连说带比划的说了难看。程大因为经常用娃和饲养员做交易，语言表达能力也是很可以的。饲养员换载时盆盆奶不加蜂蜜肯定是不行的。但有一次是美奶妈伙同其他饲养员用了声东击西的方法，白嫖了程大的娃。程大没得到任何好处，于是后来美奶妈过来给他喂水的时候，他就没好气的和美奶妈吵架。毕竟对于程大来说，奶妈偷走的不只是程大的娃，那也是程大的饭卡。如果饭卡换不来好吃的，那生娃将毫无意义。花花自从当了局长之后，也是喜欢有事儿没事儿就讲两句。最近已经会给谭爷爷安排工作了。如果花菊学会了321上链接，那就更了不得了。大家还知道有哪些会说话的大熊猫呢？